肯尼亚是东非地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考古学家在肯尼亚境内发现了从猿进化到人不同阶段的化石，因此肯尼亚被认为是人类发源地之一。由于肯尼亚地处东非大裂谷与赤道交汇处，因此肯尼亚又被称为东非十字架。肯尼亚除沿海为平原地带外，其余大部分为高原地带。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亚山就位于肯尼亚中部高地，肯尼亚国名就源自于此山。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批班图语系的非洲人迁徙到肯尼亚的中部和南部，他们已经懂得制造铁制工具。此后，肯尼亚海岸聚集了铁匠、班图自给农、猎人和渔民，他们形成的社区成为该地区最早的城邦。古希腊历史记录显示，公元4世纪就有希腊水手到访过肯尼亚。肯尼亚的商业随后又吸引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商人的到来。阿拉伯人和当地定居者之间的通婚，塑造了斯瓦希里文化。在有文字可考历史的早期阶段，奴隶和象牙是肯尼亚主要的贸易商品。到公元975年，哈桑、本、阿里乘船从波斯南部出发，来到东非海岸，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马林迪、拉木以及坦桑尼亚沿海共7个地方设立居民点，形成僧织城邦。到15世纪初，中国航海家郑和曾率船队到达过肯尼亚的马林迪、蒙巴萨等地。至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来到肯尼亚。从1502年起，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活动不断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蒙巴萨一度被称为战争之岛。1591年，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一世下令在蒙巴萨修建耶稣堡。2年后，城堡完工，很快它成为葡萄牙在当地的行政中心。1698年，蒙巴萨人民在阿曼国王支持下赶走了葡萄牙人。随后，斯瓦希里海岸被置于阿曼阿拉伯人的直接统治之下，他们扩大了奴隶贸易，以满足阿曼和桑吉巴尔种植园的需求。为了回应英国废奴主义者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干扰，葡萄牙人开始从阿曼和桑吉巴尔商人手中购买奴隶。18世纪，阿拉伯人为了控制当时被康巴人主导的奴隶贸易，多次试图深入肯尼亚内地。至19世纪，肯尼亚内地上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尽管阿拉伯商人仍留在该地区，但贸易路线被敌对的马赛人扰乱。尽管马赛人人数不多，但却占据了大片土地。德国探险家克拉普夫是第一个成功越过马赛人领地看到肯尼亚山的欧洲人。他在与长途商人酋长基沃伊率领的坎巴商队一起旅行时，克拉普夫发现了这座山峰，并询问他叫什么名字。居住在肯尼亚山坡上的阿吉库尤人将其称为 Kirima Kirinyaga， 其字面意思是明亮的山峰。1882年，苏格兰地质学家汤普森在绘制的地图中将此山命名为肯尼亚山。4年后，英国与德国在伦敦签订了瓜分东非的条约。1888年，英国政府特许不列颠东非公司管辖肯尼亚。此后，德国和英国为了争夺马赛人的领土，爆发了多年的战争。到1890年，两国达成了瓜分这一地区的协议。根据协议，英国控制翁巴河入海口以北的地区。1895年，英国正式宣布肯尼亚为英属东非保护地，由英国外交部派专员管理。英国对肯尼亚内地的征服是渐进的。其中重要的是1901年连接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的铁路的完工。在铁路建设时期，大量印度工人涌入肯尼亚。铁道建成后，一部分印度劳工留在了当地，形成了如今的肯尼亚印度裔社区。当时，肯尼亚殖民政府需要想方设法使铁路盈利，因此鼓励欧洲农民来这里建立定居点。肯尼亚虽然没有南非的金矿，但肯尼亚高原地区有大量肥沃的土壤，这吸引了英国移民的到来。到1914年，本地非洲人已经丧失了约180万公顷的土地。失去土地的非洲农民被驱赶到专门划定的保留地，或流落到城镇，成为最底层的劳动力。在第一次世纪大战爆发期间，英属东非和德属东非的总督试图避免发生冲突，但德国军事指挥官冯·莱托中校为了牵制英国军力，他开展了一场有效的游击战。为了追捕当地的德军，英国从英属印度调来了军队。为了将物资运送到内陆深处，英国动员了40多万非洲人，组成了运输兵团。
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渴望廉价农场劳工的欧洲移民说服了殖民政府采取措施，强迫非洲人在农场工作。1920年，英国将英属东非更名为肯尼亚殖民地。1921年，欧洲雇主试图削减当地人的工资，这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肯尼亚第一个由非洲人组成的政治组织青年基库尤人协会就诞生于这个时期。1922年3月，为反对殖民当局逮捕协会主席哈里·图库，爆发了肯尼亚历史上第一次反殖民当局的示威。20年代中期，青年基库尤人协会重组并改名为基库尤族中央协会。1929年初，该组织委派肯亚塔赴伦敦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哈里·图库并解决土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尼亚作为英属殖民地，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物资。此外，肯尼亚本身也是盟军与意大利军队交战的战场。在战争中，将近98000名受训的非洲民兵因其贡献而得到了嘉奖。非洲步枪团服役的经历和一支现代化的肯尼亚防卫军，使当时的非洲人形成了社会认同，这在战后寻求国家独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44年，肯尼亚非洲人联盟成立，这是肯尼亚第一个非洲民族主义者组织。肯亚塔在1946年下半年回国后，成为了无可争议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并在1947年中期当选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他的目标是将肯尼亚支离破碎的政党整合进联盟。1950年，肯尼亚第二大族群卢奥族领导人的加入，使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得到发展。到1952年，肯尼亚人民开始以武装斗争形式来争取国家独立。肯尼亚斗争运动中最血腥的事件由名为毛毛的秘密会社发起，他们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基库尤部落。直到今天，毛毛这个名字的意思仍是一个谜。1952年10月至1959年12月，肯尼亚因反抗英国统治的毛毛起义而处于紧急状态。在殖民政府的镇压下，超过11000名自由战士被杀害。到1962年，在伦敦召开了肯尼亚制宪会议。之后，在肯尼亚举行了大选，成立了一个由非洲人担任多数部长的联合政府。1963年12月12日，肯尼亚正式宣告独立。1964年，肯尼亚成为共和国。肯尼亚共和国成立后，肯亚塔出任第一任总统。在肯亚塔执政期间，肯亚塔及其家人通过大量购买房产中饱私囊。他们在中部省、列古省和沿海省的收购引起了无地肯尼亚人的极大愤慨。1978年，肯亚塔去世后，副总统莫伊继位为肯尼亚新任总统。1986年12月，肯尼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扩大了总统在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莫伊预见到1988年3月大选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他在2月解散了国民大会，并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当在选举中面临姆瓦肯尼亚和肯尼亚全国教会理事会的竞争时，交通和通信部长因公开批评选举舞弊而被迫辞职。1992年10月28日，莫伊在其任期结束前5个月解散了议会。根据肯尼亚宪法组织网站的说法，美国要求莫伊取消他的压迫政策。尽管有许多反对政党存在，但由于选票分散，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还是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由于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以及反对党之间的联合，在2002年大选中，齐贝吉当选为肯尼亚第3任总统。齐贝吉上任后深陷腐败丑闻。齐贝吉为备战2007年12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他组建了民族团结党。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初步结果显示，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将获胜，但最终选举结果在延迟公布后，齐贝吉却以微弱优势获得了总统职务。奥廷加随即声称选举受到操纵，在随后发生的暴力事件中，造成了肯尼亚1000多人丧生，60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2月28日，齐贝吉和奥廷加同意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坦桑尼亚总统兼非洲联盟主席基奎特提出的权力分享计划。随后，奥廷加出任了肯尼亚总理一职。2010年7月，肯尼亚与其他东非国家合作，在东非共同体框架内组建了新的东非共同市场。1年后，连续2个雨季缺席，导致东非发生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2013年齐贝吉任期结束后，尽管人们担心暴力事件的发生，但2013年3月4日的投票总体上是和平的。
然而，由于计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导致最终结果的公布被推迟。3月9日，肯雅塔被宣布为获胜者。奥廷加随即向最高法院和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对大选结果提出了质疑。在最高法院审理此案期间，部分重新计票发现了一些投票违规的证据，但在3月30日发布最终裁决时，法院还是认定肯雅塔和鲁托当选有效。2017年，肯雅塔在另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中赢得第2任期。奥廷加再次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他指控肯雅塔及其政党操纵选举。最高法院推翻了选举结果，这成为非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宣布总统选举结果无效的裁决之一。随后，肯尼亚举行了第2轮总统选举，因奥廷加以选举存在违规行为为由退出了选举，这为肯雅塔再次赢得总统职务创造了便利。尽管紧张局势加剧，但肯雅塔和奥廷加很快就解决了分歧。2019年至2021年期间，肯雅塔和奥廷加共同努力推动肯尼亚宪法的重大修改，称为搭建桥梁倡议。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为了削弱副总统鲁托权力所做的努力。最终，在2021年5月，肯尼亚高等法院批评了肯雅塔的这一尝试。2022年8月，副总统鲁托以微弱优势击败主要竞争对手奥廷加，成为肯尼亚第5任总统。